发的最佳10大创业公司青年奖。外遇1次，他们就要自杀，就要死了。为什么你还可以忍受4次、5次？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结果他就给地下钱庄借钱。如果我当初就不会被通缉。他有时候半夜都会看到鬼，不准离婚，你离了婚我就把这个孩子7岁就想死自杀。我说，我真的认识上帝，我觉得是我一辈子真的最大的幸福。因为之前呢做过太多的这个生意，在美国都做的不是很好，很好之后又不好，然后后来就又跑回台湾。那因为之前前夫的 Raker 他实在真的很幸运不好，然后要在做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我去求我妈妈，我妈把最后2条金条拿出来借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Hello Kitty 的生意，然后做到他蛮聪明的，我前夫蛮聪明，他蛮有经商头脑，因为他之前是在报社里面有当过记者，所以他知道去登个广告不需要马上就付钱，所以他就去登了广告之后，我们就让那个 BB Call。Hello Kitty BB Call， 那时候 Hello Kitty 蛮风行的，那他有这个 idea 出来，好多人都想要预购，所以就在这个3个月当中就把那个资金给让出来了。哦，后来我们就做了 Hello Kitty 的手机，还有烤面包机跳出来那个吐司有 Hello Kitty 的样式，那是我们最早的 idea。然后 Hello Kitty 的收音机啊，还有 Hello Kitty 的，那时候想要做电视，但电视已经给别人做了，但是就是有关于 Hello Kitty 旁边的电器产品。就是我们就可以想到的，我们就尽量去拿到这个专利权。那时候很多 chain store， 就是也不是我们的 chain store， 就是很多那种 gift shop， 他们都有拿我们的货，从最乡下的地方到最好的城市都有我们的据点。所以那时候做的真的是非常成功，也赚了非常多的钱，而且还得了那个前夫所颁发的最佳10大创业公司青年奖。然后呀，在那段期间蛮辉煌的。是蛮享受那时候 top 的 feeling。我可能比较有一点帮扶，你看我这样 chubby， 有一点帮扶运吧。他每次想做什么就是帮他。他帮完之后呢，他又恢复本性。对那个过程来讲，因为他给地下钱庄借钱，然后你知道地下钱庄很可怕，他就讲了很多，就是让你会害怕，因为他说他会。那个黑帮啊，会因为他的借钱，然后来抓小孩或者抓老婆，去让他还钱。所以他就说 either way， 他就说希望我带着孩子赶快逃回美国来。因为公司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结果他就给地下钱庄借钱。但是那一段呢，他还没告诉我，他是说公司需要一笔钱，那个付给那个 Hello Kitty 的 royal fee， 就是专利权的钱一定要给。他说不给的话，人家不会给我们这个 sticker。然后他就把我们的那个 Mercedes-Benz 叫我拿去。就当铺里面给他当掉，结果因为他金额太大，要贷100万嘛，所以他就把我 refer 到那个玉山银行去。就银行那时候刚好就在这个 between 当中呢，就遇到这种事情，那我就没有去付第一次的那个 payment 啊，所以就很不巧，就是如果我当初付掉的话，我就不会被通缉。但就是因为可能这是神要成就我的吧，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被通缉了，那时候心情真的是很糟糕。那我那时候被通缉了，变得我没办法回去。可是我当然就是，他就叫我赶快带着孩子逃走。我也不晓得，因为有这种事情，所以很遗憾，我爸爸走的时候我都没办法送。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说，虽然我是一个通缉犯，但是后来人家说台湾要15年才 release， 就很神奇。到我决定说受洗的时候。到10到15年中间，我不晓得哪一年被 release 掉，但是我曾经就是很急着想要回台湾，因为我想回去看爸爸。我爸爸在我14年，2年植物人。我觉得我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我没办法去送我爸爸。我觉得就是给现代女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太初有道。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嘴巴，对不对？所以我们嘴巴都有权柄。那我当初会跟我这个先生结婚，就是因为家里的催促。然后我在想说啊，反正就随便嫁一嫁，然后去 Vegas 结婚，然后反正 Vegas 离婚也是很快，很容易。但就是这个想法，我觉得我对婚姻的一种不尊重。外遇。
他4次外遇啊，第5次最后一次5次就到中国大陆去了，感谢主。因为我讲真的，很多人说，因为我也去全福会讲过见证，那很多妇女听到我的境遇当中，他们觉得很受感动，因为他们说外遇1次他们就要自杀就要死了，为什么你还可以忍受4次5次？我说当然了，因为我也不是超人啊，我承认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随便就是说跟他结了婚，但是后来发现他不但结婚之前有一个女朋友同居，结了婚之后他又去拉斯维加斯又去认识一个女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 I don't care， 就是离婚就好了，但是到最后他又来求我，又哭又跪的，那你知道我们女人都会心软啊 OK， 但我到最后我的心态变成是我也不甘心啊。你懂我意思吧？我跟你生了小孩嘞，你还这样子，然后我为你付出那么多，那你还这样子搞，然后一直骗，就是觉得说，你一直在骗我，一直在糊弄我，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不受你所认可跟尊重，做妻子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吧，那就要打混战，大家来打，对不对哈？就是说。其实我也去抓过奸了，但是我不是真的抓奸，我是把2个孩子送到他们那边，他女朋友都吓死了。我说我不会告你，我也不会对你怎么样。我说我希望你帮我一起看小孩，这是很公平啊，对不对？因为我跟你之间生的小孩，你也要义务带小孩养小孩啊，不是我一个人啊。因为你会不甘心，不甘心就是会有苦毒啊。他跟我妹妹2个一起做生意，我都不知道。我妹夫因为他们头脑很好，以前的 DVD 是不是都大大的那个？他们那时候就是有薄的，就他从他开始进口，进了一柜子进来，那时候也做得很好啊，不到1年啊，又做不起来了，然后公司又没了，没了之后呢，他又跟我讲说，他说算命的跟他讲，他是老板命，他不是打工命，因为我跟他讲说，你那么聪明，你可以去做 consult 的顾问啊，不是很好吗？他说 no， 算命的说他是做老板命，我说，这个老板要去哪里？他说大陆。我对他都已经死心了，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烦，因为我是觉得说，当一个男人一直每天晚上不睡觉抽烟，告诉你说明天有几万块要周转啊，是美金哦，你要帮我去借钱，就是 push 我去借钱去帮他周转，我就觉得这种日子我过怕了。就是在台北的时候有一段日子，他 push 我去给一个类似像立法委员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钱人吧，然后我就觉得在他办公室那边等的时候，我就抬头看看那个天，我说如果真的有个神，因为那时候真的都乱拜什么关公，可是我觉得说关公不可能在天上，然后我就看着云，我说如果真的有个神的话，哦，可不可以不要让我过这种日子？我说我觉得很烦了，因为每天早上起来都没办法好好睡，他就是每天催促你一定要去帮他周转借钱呢。我那时候还傻到就说，去给你干妈跪啊，借钱给你老爸什么的，反正类似这种事情。很 stupid， 每一件事情可能都是神有剧本在安排吧。因为反过来想的时候，都觉得说，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话，我不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也曾经拜过，我也自己去学算命，我也去跟人家讲说，哦，你是什么什么有什么灵啊什么什么，就是学人家那一套。哦，那时候我一个人呢，当妈妈要当爸爸，因为我要赚钱。那我女儿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就你知道，在美国你就是要给钱让她去吃 lunch。那时候就没有什么钱了，我觉得1个礼拜给20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是几年前，20年前哦，21年前哦。然后他就觉得说，他以前在台湾是这么好过，然后现在他就是为了一杯珍珠奶茶跟人家比，他比不过，他没办法去有这个 span， 然后他就开始不平衡，就跟着那些大陆来的同学就到处去，你知道 clubbing 啊，然后喝酒。他其实他说他也不会喝酒、吸毒，但是他就喜欢玩。但是你知道做妈妈我们会很担心啊，你本来就应该要 concern 在你的课业上面，你怎么会有这种时间去跟这些人鬼混？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到处去抓他们，哦，真的。我才知道说这段过程当中，真的你要当一个单亲妈妈带2个孩子，真的很累很难，而且你要赚钱。因为我白天我去批发，然后送去 LA downtown， 然后还有所有的 gift shop 这边送货，晚上还自己去我同学那边拿花，然后去酒店卖，就这样把孩子2个带起来。但这段过程当中呢，因为我就没有时间去 take care 到孩子。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好啊，妈妈很忙，就赚钱。
但是那时候我还是因为我听我妹妹讲说，我业障很深，所以我今天会遇到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上辈子欠我的前夫很多，所以呢就叫我去拜，然后我就每天都拜金刚经、心经，什么都念都拜，然后也去带孩子去庙里面去做义工。那我也觉得说，哎，这些孩子，因为他认识的那些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爸爸妈妈都把小孩丢这边，然后就回大陆去赚钱。结果里面死小有一个叫 Joy， 他竟然是他先传福音给我女儿，然后我女儿说：“哎，我妈拜佛的哦，哎，你不要给我祷告哦，我是不可能的。”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那个 Joy 要请我女儿上山去 retreat， 他说：“我跟你们去露营可以啊，但是不要给我祷告，唱的是我不可能。”结果我女儿一上去哭的比所有人都惨，下山之后马上跟我讲说：“妈妈，我 Christmas 要受洗。”那时候是几月？7、8月、9月。我不晓得我那时候是什么样，我就是 speech， 就是讲不出话，就是哦。然后我记得我前夫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看我们拜那么多，我们还是你知道，还是很惨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看就是去信耶稣了，就这一句话，我觉得。然后，anyway， 就很神奇啊。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就是因为他这句话让我牢牢记住，就是说信耶稣，好吧，什么都拜过了啊，不然就剩下耶稣还没有试，那就试试看，就这样就很神奇。我女儿就遇到神了，差超多了，真的差超多了，不可能马上变。但是我的感觉是，我还没受洗，那我就看我女儿受洗那一刹那，不知道杰克去哪个教会接到那个受洗的地方，很神奇的那个舞台上面就一个大浴缸。然后小孩子就进去出来，哇！他一出来的时候，我夸那个感觉哭得很惨。我想说，哎，神是不是赐给我？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我女儿是死掉，然后我那时候没受洗之前，我都不晓得说受洗是重生的感觉。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我有个新的女儿，原来这个灵在她，而且她说我又拜很多，又逼她吃假胡啊，你知道吃那个胡啊。她说她有时候半夜都会看到鬼。所以我是说，怎么会这样子，这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呀，一切都是有 reason 的。那真的，他那时候跟我讲说，他7岁就想自杀。我说，我听了都会吓死。我说，我做妈妈都不知道，原来女儿身上有这么多的一个受伤，妈妈都会觉得说，我给你吃饱就不错，我这么辛苦赚钱，我们都说我是为你好，但是错了。真的只有神的爱才能够 feel food 这个家，没有的话真的是什么人，这是骗人。他婚姻很好，我女儿真的是嫁一个好老公，感谢主。那他们说，因为我妹都说奇怪了，你前夫造那么多孽，怎么你的小孩都得到这么多的一个祝福？他就很不相信。我说我就信耶稣啊，他们是拜佛的，他们都觉得说因果循环是什么因果报应啊什么的那些，我说咔，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我女儿现在她的先生是教会的长老，那我女儿是类似这种会为人家医治祷告，然后就是有那个，反正是蛮好的啦。然后你也看到他们的生活，真的感谢主，就是 totally 都变了。我觉得我要学习的就是一个爱。我觉得这爱很重要那时候我都觉得说我是为你好，我是一直付出的人，但是我们得不到一个 feedback 的时候，我们就会 anger， 我们会很生气，因为你完全 expect 不到他对你的回馈。其实到现在我女儿还是很会顶嘴，还是很会让我气死。但是我现在觉得说我觉得不是改变别人，最大的是要改变自己，因为我觉得改变自己之后，我会变得很快乐。很大的不一样啊！因为那个圣殿就在这里，这是最重要。因为我不必去高山求那些什么高僧什么灵有人告诉你什么。我觉得信了上帝之后，我觉得很好啊。我看天很蓝，我看云也很漂亮，我看所有的植物都很好，我整个心境都大开。你知道以前拜拜的时候，真的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在这之前，我不是跟你讲，我还会什么礼佛啊、金刚经那些。可是有一天呢，我就觉得我有点烦了，然后我就看看那个偶像，我说
如果你是真的神，你为什么还需要我念经回向给你，然后给你鲜花素果，你才想要保佑我，还要烧纸钱，你才要保佑我，对不对？我就觉得说，那你是不是真的了？然后后来是我女儿受完洗之后，我慢慢觉得她在改变，然后可能是那个神的那个爱触摸到我吧。当时一定我没办法去感受到，但是就是觉得很神奇，你讲不出来。我觉得如果你是被上帝所拣选，你就是属上帝的，真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不可，他拣选你就是你，不是说你今天什么上高山啊，什么是求什么拜，还是说你 be a perfect， 你要十全十美，这是最大的不一样。我以前都一直觉得自己一定要苦待自己啊，吃素啊，可是哪一天不吃素的时候，或是没有念经的，我就觉得好像很怕受报应，就会有那种担心受怕。但信了耶稣之后，我就觉得 I'm fine, I'm okay。那我觉得说，可是我觉得上帝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有时间他就把我宠得像一个小孩。Take time by time， 我不是一下子就变得很好，是慢慢再给我时间去磨合。但是如果我一下子就变得十全十美，那是不可能的。不了解，那时候也不是基督徒，所以话不能随便乱讲。所以我讲真的，今天录这个节目，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可能我要感谢我的前夫吧，因为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糟蹋，或者是说这样的 ruin my life， 那不会去成就我去认识神，因为人家讲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那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我当一个单亲妈妈，把2个孩子抚养大，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虽然没有说很开心很快乐，但是要不是这样子的话，我的女儿不会去认识神，我也不会去认识我女儿把福音传给我。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恩之处，就是说，像查理克克他老婆讲说杀他的人，但那天他在讲说，他说要原谅他，我就想到说，对啊，我也应该放下这个，然后去原谅我的前夫啊。20年来，他从来没有给过1毛钱，每次他都又打个电话，小孩子打电话或是要怎么样，他每次都是骗我们就对了。然后我一个人这样子带过来，我觉得这段过程当中，我认识了神，我真的认识了上帝，我觉得是我一辈子真的最大的幸福。因为没有他的话，我真的不晓得我应该怎么办。人家叫我 Flora， 也就是叫咖啡阿姨，因为昨天那个谁才跟我讲，别人说，换句话说，你参加一个丧礼，那个咖啡阿姨。其实教会里面没有叫我去做这些事情，就有一天呢，就圣灵感动，就说我每天要10点半以前，因为我们教会是11点，我每天一定要10点半以前到，然后在那边做迎宾，因为我们教会都没有人做这个迎宾动作啊。然后之前都没有，真的没有，因为我们的杰克牧师他是不会告诉你，不是说你一定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或者说你穿的不对，然后你染的头发不可以什么，他从来不去做这个事情。杰克从来不会去告诉你说你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不好，所以我就自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也没有说特别啊，然后到最后变成是泡咖啡请大家喝。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说大家匆匆忙来到这边。需要一杯咖啡提神啊，然后好好的听到，这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让大家能够 concentrate， 然后有一杯咖啡，就是很 chill， 台湾人讲的很 chill， 然后这边听台上的人讲道，这样子无缘无故的会笑，就是平安喜乐，然后你会觉得遇到什么事情，有一个人永远都罩着你，永远都会 take care 你，会去把你保守得很好，不管你今天做的 situation，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有一颗寻求他的心，你要祷告。真的，我现在才知道说祷告力量这么大，凡事就是借着祷告。当你被孩子气得无所适从的时候，你不要直接的骂，你就是祷告说：主啊，你看我的女儿又让我生气，求你管住她的嘴。啪，没有多久，我女儿就过来说：妈妈，对不起。你说灵不灵？真的很灵啊，因为就是你要静下来，然后你要有一颗祷告的心，你要跟上帝讲，你不要去跟人讲，因为靠人人倒，靠山山倒。你去跟人讲，人家当作垃圾，结果背后笑你，怎么讲？但是这也是我在学习的地方。当然，我不是一下子就是马上变成好像很 perfect 的妈妈，或是很 perfect 的基督徒。我从来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 perfect 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信了神之后，懂得什么叫做
你要学习 humble， 就是谦卑顺服跟祷告，还有静下心来，还有就是查经啊、小组力量这些，慢慢，因为之前我都觉得好像不用，但是后来慢慢想，觉得说，这些还是蛮重要的。人还是需要群体生活，因为很多人都很怕把自己的事情讲出来，会怕被人家笑。可是我觉得成为基督徒，你本来受洗以后，你就是重生了。你以前龌龊肮脏的事情，就是以前啊，因为你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你就是过这种生活啊。但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重生啊。你看我现在过得多好，对不对？我有5个孙子呢，我现在65岁，我有5个孙子，大家看不出来，因为我很喜乐，对不对？我也知道，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凡事交托，凡事信赖神，凡事祷告，这3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这一生都要追求的。